呆萌可爱的鲶鱼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，昆桑一个人在家闲的没事跑到野外的水渠旁，在这观察什么呢？因为之前昆桑已经蹲好了点，这里有一些大雨，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，它们每到下雨的时候就会逆流而上，水流很急，这鱼试了几次也没能跳上去，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尝试，这只就上去了。小河的上游周围长着一些水草，昆桑决定跟着这鱼观察一下，这好像是一只大鲶鱼。它游到了水草茂密的地方，原来它是要在这里寻找地方产卵了。几天后，昆桑又来观察鲶鱼，这水渠里也有不少大鲶鱼，它们成对的在一起游来游去，可能到了鲶鱼的产卵期。在白天它们也很活跃。鲶鱼是夜行性鱼类，视觉功能退化，喜欢晚上出来活动。昆桑决定晚上再来观察鲶鱼的活动。到了晚上，昆桑发现这鲶鱼个头确实不小，不过到了晚上，它们反而安静地趴在泥巴上，一动也不动，这确实有点反常。这更吸引了昆桑继续观察的好奇心。到了第二天，昆桑看到有一对鲶鱼在非常浅的水里嬉戏打闹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只鲶鱼缠在另外一只鲶鱼身上，好像变成绳子绑住了另外一只鲶鱼，行为非常奇怪，这不会是要产卵了吧？过了一天，昆桑在这片水域的水里发现了很多鲶鱼卵，这圆圆的颗粒就是鲶鱼卵吧？它们粘性不强，很容易就可以从水草上剥离，大概有4毫米左右，有浅浅的绿色。昆桑捞了一些带回家，想把它们养起来。3天后，卵已经变成了一只小怪物。这个绿色的球一边长出了一个鱼头，一边长出了一个细长的尾巴，像个小蝌蚪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。捞起一只看一下，这家伙哪里来的动力呢？怎么这么活泼？5天后，小家伙又有了变化，现在看起来像一只小鲶鱼了，不过还是保持的之前游泳的姿势，尾巴一直晃来晃去。饲养它们只需要一个大的塑料盆，里面放的是原生地的泥巴，还有原生地的水草。昆桑偶尔也回去鲶鱼的原生地，这里也发现了孵化出来的小鲶鱼。野外的水里有大量的水藻，看来它们一点也不缺吃的。14天后，家里养的这些小鲶鱼也有30厘米大了，那它们吃什么呢？昆桑给它们在野外抓来了一些青江苗，这些小鲶鱼是一口一个，鸡肉味，嘎嘣脆。这个塑料盒里也养了2只小鲶鱼，可能是水体比较小，它们的体长也不如其他小鲶鱼大，放入一个青蛙模型，可以对比一下小鲶鱼的大小。昆桑在野外直接捞了一些小野水，这水里什么虫子都有，野生红虫，还有孑孓等小虫子。小鲶鱼看到这些虫子非常兴奋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吃饱后的小鲶鱼肚子变得太大了，好像坐在了平衡球上，时解是小，饿死是大，就算冒着肚子爆炸的风险也得吃。8厘米左右，昆桑给他们抓来的蝌蚪都躲在泥巴里，小鲶鱼把嘴插进泥巴里，很快就吞下了很多蝌蚪。再对比一下青蛙模型，可以看出小鲶鱼长大了不少，几天被喂死，小鲶鱼瘦了不少。昆桑马上给他安排了一只蚯蚓，小鲶鱼会有什么反应？一开始小鲶鱼并没有看到蚯蚓，当他转身的时候，转角遇到爱，一口就咬住了蚯蚓。蚯蚓也不甘心被吃，不停地晃动着身子，滑不溜秋的，还真不好咬。大战了几个回合，小鲶鱼有点累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蚯蚓主动过来跟小鲶鱼打招呼，这能引？自然是不能的。小鲶鱼直接咬住了蚯蚓，再也不松口了。它的动作竟然有点像鳄鱼捕食的动作，做出了死亡翻滚。不过这次被蚯蚓再次逃脱，蚯蚓又来嘲讽小鲶鱼了。这次小鲶鱼发动了必杀技，直接来个暴风吸入，像喝面条一样，不管蚯蚓多长，也给它一次吸到肚子里。蚯蚓跑进鲶鱼肚子里，还在动来动去。这次可以确定的是，它没办法再挑衅小鲶鱼了。吃饱后的小鲶鱼看起来好像个大蝌蚪，正好昆桑也抓了一些黑蝌蚪，把它们放一起，不仔细看的话，
还真的分不出来谁是谁。1个月后，昆桑把它转移到了鱼缸里，孵化半年后，它长到了10厘米左右。为了给小鲶鱼躲避的空间，昆桑准备了3根粗细不同的管子。小鲶鱼会住进哪一个呢？小鲶鱼居然钻进了最细的管道里，看来它也喜欢狭窄的空间。这个大缸隔开也养了2只小鲶鱼，它们2个会怎么选呢？放入管道几天后，果然左边这只选择了最小的管道，可能这样它会有安全感吧。右边这只3个管道里都没有，怎么消失了？原来它躲在了鱼缸角落里，在这里比较舒服。这气石不停地震动，好像还有按摩的功能。看来每只小鲶鱼对自己的家也有不同的喜好。好了，本期鲶鱼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几天前，昆桑在野外的小河里捞了一些鱼卵，把它们带回家，孵化出来了很多小鲶鱼。这些小鲶鱼慢慢长大，就得给它们隔离饲养。昆桑给它们放了几个粗细不同的管子，它们大部分都选择了住进狭窄的空间。除了养这些小鲶鱼，昆桑没事的时候还是会去野外观察。这次昆桑在河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堆土豆，可能是发芽了，没办法吃，被人扔进了河里。乱扔垃圾让昆桑整得热血沸腾。不过惊喜确实发生了，就在土豆的旁边桥下的角落里，这里有一只大鲶鱼，个头相当的大，马上要到春天了，它还搁着冬眠呢。拿小石头砸它一下，没什么反应，这能饮吗？自然是不能的。昆桑从河的上游走下来，决定慢慢的靠近它，走到跟前也不动，果然是在冬眠。拿手摸它一下，冰冰凉凉的，坏了，这怕不是条死鱼，还是它搁这装死呢。昆桑从裤裆里掏出一个大抄网，这大鲶鱼比大抄网都要大1倍。这小子为了不在冬眠中被水流冲走，居然躲在了一块铁皮下面。这滴溜溜的卡姿兰小眼睛果然没什么用，在他头上画个画吧，你就是一条死鱼。不笑是吧？不笑我可就挠你嘎叽窝了。把铁皮拿开，量了一下，大概有40厘米长。这下鲶鱼睡醒，很快就逃走了。而家里养的这只小鲶鱼小黑，在这个3-5小鱼缸里已经快1年了，给它放了一个躲避的装饰物，它就躲在了下面。在冬天主要给它吃的是蚯蚓，到了春天，昆桑在野外给它捞来了新的食物，一群小蝌蚪。虽然个头不大，好在数量够多，可以让小黑吃很久了吧。把蝌蚪倒进鱼缸里，好家伙，这蝌蚪都趴到了小黑头上，但是小黑一点反应也没有。难道是白天它还在睡觉吗？就连眼睛旁边的蝌蚪都发现不了。好家伙，注意旁边这只游来的蝌蚪，一下子就被小黑吞进了嘴里。原来你打的是埋伏战，假装自己是快食了，当猎物靠近的时候瞬间出击。吃了一口又开始进入隐身模式了。马上有2只小蝌蚪游了过来，吃2口饭花了将近10分钟。埋伏战术很管用，就是有点费时间。说了他2句，他还摇头晃尾巴呢。不好意思了。到了7月，从卵里孵化出来，小黑已经1岁了，身上出现了一些尼彩一样的花纹。把它和3厘米的模型青蛙对比一下，身子大概有12厘米长了。小黑最爱吃的是什么呢？扔一只蚯蚓进去，好家伙，瞬间就被咬住吃了起来。蚯蚓扔在小黑身后的，他是怎么感觉到蚯蚓并快速出击的呢？这有点神奇。吃了一只大蚯蚓，肚子就鼓了起来。1岁已经12厘米，小黑还会再长大吗？1年半后，昆桑找不到铁锤了，原来他躲了起来。鱼缸里的水太浑了，趁着这个机会把铁锤捞出来，给它重新换上干净的水。昆桑注意到铁锤的尾巴上有个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螺。铁锤使劲一晃，小螺就掉了下来。养了它们1年半，它已经长到了16厘米。鲶鱼身子光溜溜的，背上的那个小背鳍有什么用呢？难道是提高 WiFi 信号的功能吗？小螺还真是不气馁，又一次爬到了铁锤身上。难道铁锤身上有好吃的东西吗？到了冬天，外面下起了大雪，昆桑把小黑和铁锤的鱼缸搬进了室内。没有别的吃的，只能给他们找点蚯蚓，这也是铁锤最爱的食物。给他扔半根，铁锤无动于衷。这次好像不是隐身模式，难道他进入冬眠模式了吗？
1个月后，已经3月了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他都这么傻傻的待在鱼缸角落。小黑冬眠结束了吗？给他扔一坨蚯蚓，果然他闻到了香味，从躲避屋里钻了出来。拿一根蚯蚓隔着玻璃诱惑一下铁锤，他怎么没反应呢？眼睛果然没用，扔进鱼缸里，铁锤也吃了起来，鸡肉味，嘎嘣脆。昆桑在挖泥巴的时候，挖到了一条超大的蚯蚓，小黑能吃得下去吗？白天他就躲在这个阴影里，进入隐身模式，把超大的蚯蚓先给他一小半，好家伙，一下就咬住了蚯蚓，再给铁锤另外一半，感觉蚯蚓和他的嘴差不多粗了，这能吞得下去吗？看的昆桑都吞起了口水，坏了，这下整尴尬了。铁锤含着蚯蚓，怎么都吞不下去，感觉呼吸都费劲了。不过他还是在用力往肚子里吸。还有一口吃不下去了，难道肚子里满了？终于吞了下去，半根大蚯蚓吃了7分钟，总算吃进去了，只是肚子鼓成了个大包，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。好了，本期鲶鱼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4年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鲶鱼，在野外采集的鲶鱼卵带回家养了起来，慢慢的小鲶鱼越来越大，每天的饭量也变大。这次昆桑准备去野外给小黑找吃的，昆桑从裤裆里掏出捕鱼神器，朝水草里来一网子，有鱼没鱼打上杆子，这不就有鱼了吗？虽然都是一些小卡拉米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除了几只小青江，还有一只黑黑的东西，原来是蜻蜓的幼虫水万虫。水菜，昆桑把它单独捞起来，家里的小鲶鱼小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这只小水菜会不会合小黑的胃口呢？把它扔进鱼缸里。2个滴溜溜的外星人眼睛，你得吃多少小鱼才能长这么大呢？不好意思，今天你就要成为鱼的食物了。小黑躲在阴影里，他会对这个外星生物感兴趣吗？过了一会儿，倒是外星人先主动靠近了小黑，2个人搁这玩1、2、3，木头人是吧？谁都不敢先动。外星人的脚丫子碰到了小鲶鱼，难道他还对这么大的鲶鱼有了什么想法？如果是普通的小鱼小虾，早就进入了小黑的胃里。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，昆桑决定加入一根蚯蚓，蚯蚓被小黑一口咬住，3下5除2就吞了下去。可能是被这个外星人吓坏了，赶紧吞下蚯蚓压压惊。看来他俩谁都不想野谁。小黑平时就躲在这根沉木下面，从卵里孵化出来，整整养了4年，才长到10多厘米的样子。如果是在野外的话，可能比缸里长得要快得多。小黑嘴巴下面这2根胡子是什么作用？好像是支撑头的作用，还能感受地面的细微震动。在鱼缸里养了4年，感觉小黑怎么也长不大。昆桑决定把它养进院子里的池塘里。本来这个池塘是养金鱼的，可是金鱼被野鸟吃的差不多了，用来养小黑还是很不错的。里面还养了一些青江，树上也会掉下一些虫子，所以小黑也基本上不用再喂食了。不知道小黑在这个池塘里可以长大吗？半年后，昆桑一直没时间打理池塘，池塘边杂草丛生，昆桑都差点忘了小黑，一直没给他喂食。小黑还活着吗？昆桑决定收拾一下池塘旁边，把树叶和野草清理一下，弄出一个工作区。附近的树上掉落的叶子和水草，半年之内就填满了池塘，花了一点时间，池塘总算可以看了。不过还是看不到小黑的身影，想要找到小黑，那还得上抽水机，抽了半小时，水依然很浑浊，看不到鱼在哪里。这里有一个黑影，好家伙，原来真的是小黑，看起来还挺健康。半年的时间，小黑的体型和游泳的姿势都不一样了。池塘里还捞出了很多小火龙，半年前昆桑曾经见过它们，好像数量明显变少了。小黑的存在可能对小火龙是一个威胁。量了一下，小黑已经23厘米，在自然环境里半年时间长了7厘米。非常可爱的小背鳍依然那么突出，游泳的话没什么帮助，这到底有什么用呢？它和鲨鱼是不是有亲戚？昆桑重新给池塘里加入了新的井水，然后把小鱼和小火龙们重新搞里头。1年后，昆桑又来到野外的水渠里寻找大鲶鱼的踪影，果然在这个浅浅的水边发现了2只大鲶鱼，它们又做出了奇怪的动作，公鱼缠在母鱼身上，
这是在繁殖了。附近的水域里可能会有鱼卵。昆桑顺着水底打捞了一下，把捞起来的泥巴汤子带回家，倒进盆子里，查找了一番后，果然找到了鱼卵。鱼卵外面一层浅浅的棕色，中间有浅浅的绿色，不仔细找还真看不到。总共找出来10几个卵，正好院子里有个废弃的容器，把这些卵分几个倒进里面，再拿出几个卵放进玻璃缸和饲养盒里，分别观察它们的变化。1周后，盒子里这个卵是透明的，应该是个受精卵。放大观察一下，里面有只绿色的小鱼苗在动来动去，小鱼苗非常活跃，应该是快孵化了。到了第2天，卵出现了变化，小鱼苗从里面出来了，鲶鱼宝宝出生了。卵黄是淡绿色的，它不停地在抖动自己的身子，在吸收完卵黄的营养之后，就会开始吃微生物了。昆桑在原生地采集了一些枯草，这里面可能带有一些微生物，把它们分别放入养鱼卵的缸里。可是之后就看不到鱼苗的影子了。昆桑把玻璃瓶子里的水都倒到观察盒里，终于看到小鱼苗了。它好像只小蝌蚪，孵化1周后，身子有1厘米长了。从胡子来看，已经有了鲶鱼的样子。池子里也发现了2只小鲶鱼，还好有枯草，它们好像给水体里增加了很多微生物。1个月后，小鲶鱼们长大了很多，不过它们养在一起，可能会因为食物而打架。昆桑取出其中2只，让它们进入池塘里和小黑作伴。4个月后，池塘里又被水草填满了。昆桑想看看小黑和其他2只小鲶鱼，那就得重复之前的流程，捞水草和枯叶，上抽水机。虽然池塘里的鱼不用喂，但是每次和它们相见还是挺费水的。泥巴汤子里已经露出了小黑的影子，还有一些小眼鱼和小金鱼，是平时昆桑在野外抓到之后扔到池塘里的。后来放进去的小鲶鱼居然也都长这么大了，3条鲶鱼都活着。这些小眼鱼和小金鱼在从来不喂食的池塘里居然还长得不错，而这几只小鲶鱼倒是出现了成长差异。这只最小，这只是中号的，这只是小黑。4个月的时间，小鲶鱼居然可以长这么大。对比一下后面放进去的2只小鲶鱼，小的有10几厘米，大的有20多厘米，体型超过了2倍的差距。抢食越凶，身体就会长得越快。还好它们都健康的成长了。池塘里重新加了新水，让它们继续在里面快乐的成长吧。好了，本期鲶鱼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